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就是一个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明天举行，现场会打起来吗？那么这后面是有点开玩笑了，但是我们重点的是讲明天这个会议到底会怎么开啊？那么3月18号，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3月18号在阿拉斯加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还有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双方的表述不一样我们就用这个战略对话吧那么在此之前，双方对这次会谈的表述或者期待是不一样那么美国方面形容这是一次性的会议那么并非恢复对话机制，也没有任何后续安排，只是双方首次坐下来相互了解，交换立场，把信息带回去再做判断美方不期待达成任何成果。美国在这件事情上说了很多话所以尽量的第一个把这个层级压低，第二把这个期望降低第三个把很多东西都要减少那么中国方面呢，则认为这次会谈会让双方重启双方的关系那么因为之前川普政府基本上把这个中美之间的正常的这个外交渠道已经关闭了那么作为两国作为全球领袖讨论这个新的国际秩序或者是国际事务那么所以中国方面把这次会谈的这个地位拔得比较高那美国媒体就说呢这次会议的安排是这样第一个没有联合声明没有联合声明并不意外为什么？因为这只是个战略对话，它并不是一个外交谈判，所以它没有声明，没有联合声明不奇怪，因为它对话是什么？对话就交换立场，我讲我1、2、3、4、5件事情，我的立场是什么？你说1、2、3、4、5，我的立场是什么？交换立场，没有共同声明并不意外这第一个。第二个双方在2天内进行3场会议，每场会议3个小时，然后双方最多有10个人参加，不超过10个人参加这是第二个，而且不吃饭不请吃饭，不请客那么至于说为什么会把这个双方参加会议的人数限制在10个人呢？因为你想一下，主谈就已经有2个人了，那你限制如果不超过10个人，也就是说2个人再带8个随员，那是规模真的是有点小那么是因为双方的关系紧张呢，还是因为疫情呢？也可能两者都有呢，不好说这第二个。第三个，有报道说这个基于对等的原则美方要求中方进行核酸检测，中方抗议到底检测没有不知道然后就这个有一些智库分析说这个智库叫史汀森中心他们有一个中国计划主任孙运认为这个会谈很难重启中美关系只是双方重申立场，表达一些关切但是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中国事务主任叫何瑞恩认为，预料会谈是重启中美关系的循序渐进的一步他认为会重启中美关系，但是要循序渐进我来讲讲我的看法第一，拜登政府邀请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目的就是为了重启中美关系如果不是为了重启中美关系，不会进行这场对话
因为没有必要啊。那么这也是重启中美关系是拜登对华战略的一个部分。所以，但是呢，重启双方的关系不等于恢复双方原有关系。中美关系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双方可以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啊，这个是要恢复的。所以其实你看中美关系有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外交关系，看一个标志，看什么标志？看美国什么时候派驻华大使去北京。如果驻华大使到北京去了，那中美关系就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但不是恢复到原来的外交关系，双边关系上啊，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那么在此之前啊，在18号之前，那么美国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谈话、放风，然后做了很多动作啊。等一下我会讲啊，做了很多动作啊，目的有2个。第一个，拜登政府重启中美关系，毫无疑问会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啊，政治压力啊。那么，所以他做这些动作，说这些话，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减轻政治压力，特别来自民主党的压力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会讲，哎呀，我们这是一次性的会议，我们没有后续的安排，我们不是战略对话，我们只是一个高层对话。我们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我们谈判都，你看，其实外交谈判是秘密的，一般来说不会把什么我们控制随缘的，要把这些细节透露出来啊。你看，我们开会规模都限制在10个人，还不请他们吃饭，我们关系没那么好。其实一句话讲完了，我们关系没那么好，就这意思啊。那么与此同时呢？这是第一个，就是减轻政治上的压力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做一系列的这个讲话动作，其实他做了很多的，开了很多炮啊，包括什么包括这个香港问题，包括这个等等啊，做了一系列的动作。那么做这个动作呢，其实也就是一种炮火准备，双方交战，就你把这个对话当做一个交战。那就是双方，这是一种炮火准备，先打一轮炮再说。为谈判呢，就为双方的这个对话取得一些优势啊。这个动作呢，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美国外交传统。每次中美之间，除了川普政府，每次你看以往的中美双方之间的这个谈判也好，怎么样也好，反正交手之前，美国都会做一系列的动作的，那么取得谈判上的某种优势啊，这个是标准操作啊。那么第三点，有一条新闻你就知道，这条新闻一出来你就知道，其实明天的这个战略对话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啊？美国政府的官员又是放风，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4月22号在这个地球日进行视频通话，因为地球日呢，华盛顿会举行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那么这一天呢，拜登和习近平会进行视频会晤啊。那么这个峰会呢，是召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讨论气候变化的议题。那么拜登说这个气候变化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这个美国官员，这个放风的官员说我们将在有利益需要的时候和中国合作啊。那你要跟中国合作，如果你跟正常的外交关系都没有，怎么合作呢啊？所以美国官员还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必须提高它的碳中和力度啊。那么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30%，那么美国是15%啊。中国宣布在2060年实现这个碳中和，美国是宣布是2050年这个碳中和，比中国要早10年啊。所以呢，你看
你看把这件事情和前面的这一系列的事情联系起来，你就知道中美战略对话就是重启双方的正常外交关系啊，这是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部分啊。那么这个布林肯就会继续他的行程啊。那么布林肯跟国防部长奥斯汀啊，他们是3月17号下午啊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到了这个抵达那个他第2站啊韩国的首尔。那么在和韩国外长这个郑义溶会面的时候，布林肯点出了他们到韩国的重点议题：中国、朝鲜、印太同盟。他提出这个，他说了一番话啊。布林肯说，中国正在用胁迫和侵略手段，系统性的削弱香港的自治，削弱台湾民主，践踏新疆和西藏人权，并在南海提出违反国际法的主张。而朝鲜的集权政权持续有系统的而且广泛的侵害人民，我们必须与追求基本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压迫人民的人。然后郑义溶就说肯定美韩同盟的发展，希望此次会谈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取得实质进展。然后3月18号，那么美国跟韩国举行这个2+2会谈，就是外交部长加国防部长进行会谈，然后会后会发表共同声明，然后再开记者会。然后这是5年，就是川普总统就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啊。那么川普总统就没有发生，也就是说跳过川普总统5年之后再次举行2+2会谈啊。那么然后布林肯再和这个奥斯汀这个开完记者会就去这个青瓦台这个拜会韩国总统文在寅，然后完了以后布林肯就会往这个阿拉斯加，然后奥斯汀就出访印度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大体上这行程就是这样。那我们讲一下他的韩国之行啊。韩国之行大概是这样啊，对于美国来说，它的核心议题是中国；那么对于韩国来说，它的议题是朝鲜啊。那么2019年，大家还记得2019年美朝峰会，就是这个川普见那个金正恩啊，然后不欢而散，川普拂袖而去。那么这个叫什么？河内美朝峰会不欢而散。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朝鲜半岛的局势处于僵局。那么美国跟韩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冷淡啊。那么韩国方面是希望美国呢重新投入资源，重新把他的注意力放到朝鲜半岛。然后用这种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啊，最好是谈判啊，给点好处，和平解决。韩国是最希望是这样的。美国方面的想法是另外一个想法，对美国来说，韩国是它的印太战略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啊。那么美国是要把韩国纳入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里面去。这是没有疑问，一定是这样。如果不把韩国纳进去的话，美国会觉得不安全啊。那么整个的局势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大窟窿这个地方啊。所以呢，第一个，美国是要把韩国纳入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是第一。第二，它美国不仅要修补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冷淡的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好什么呢？处理日本跟韩国之间的矛盾。目前日本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些年来最差的时候啊。那么双方之前发生过这个贸易战双方都有损失啊，当然韩国损失大一点啊。
那么在这个昨天这个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出来就说话啊，这个因为他们要去韩国开会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美国政府和韩国当局不要对对朝鲜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否则日子不好过啊，这威胁一下啊。那么韩国这边是什么情况呢？韩国这边正在积极安排习近平的访韩行程啊，这个形势就很微妙了。文在寅今年初啊，他表态啊，表什么态呢？说中韩关系和美韩关系同等重要，是同等重要。那么对于韩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啊！为什么？它旁边就是中国，对面就是朝鲜，朝鲜虎视眈眈啊，然后中国也是虎视眈眈。虽然美军在朝鲜驻扎，但是他既不敢得罪中国啊，因为他跟中国的经贸关系也很密切，同时他当然那么大的一个体积在这里，你怎么能够得罪他？但同时他要依赖美国保护他，抗衡这个朝鲜啊。可是美国又要他跟他混，让他一起跟美国一起对抗更强大的中国啊。那美国跟怎么办？那韩国怎么办？韩国真的很困难啊。那么文在寅又是比较亲中的，文在寅是个非常亲中的总统啊。那么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没有别的选择，美国只有一个条件能改变这一切。为什么？美国只有一个条件能改变韩国的态度，美国必须加强它在朝鲜半岛的存在，就是说，美国必须站在朝鲜半岛的上面来，韩国就知道哦，他站在我旁边。因为对韩国来说，他最重要的敌人，他最重要的对手就是朝鲜，因为朝鲜一不小心就打过来，所以美国其实在这一点上，韩国是没有抵抗力的，他不能够对美国说任何一个，不能拒绝美国。但是如果美国不强化它在朝鲜半岛的存在的话，韩国就有绝对的理由告诉他，你不在这里存在，我就没办法抵抗中国，你让我去抵抗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核心的问题不是韩国，核心的问题是美国自己怎么做的问题啊。好，这大概是形成就是这样。那我刚才在前面讲啊，说这个中美高级战略对话要举行，那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炮火准备，哪些炮火准备啊？我读给大家听一下。第一个，布林肯3月16号晚间发表一份声明，根据香港自治法，国务卿定期向国会更新这个中国不履行中英联合声明或香港基本法提供支持的外国人员的资料，他就更新了。他不是制裁，是之前已经制裁了。川普政府已经在2020年的12月宣布制裁这个违反香港自治和自由的14名这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啊，禁止他们的家属和他们的直系亲属进入美国，而且冻结他们的财产，禁止任何美国人跟他们交易啊。这是去年这个川普总统已经进行的制裁。那么布林肯是什么呢？布林肯是每年都要更新他的这个名单啊。那么他就是列出了24名中国跟香港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14名人大副委员长，还有香港警署国安处的官员，还有港澳办和驻港这个安全公署的官员啊。那么
这个制裁其实是川普政府已经提出制裁，然后布林肯是更新这个名单而已啊，是一个这样的动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欧盟3月17号表示，以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为理由，对中国进行制裁啊。那么欧盟各国驻欧盟大使已经取得共识，要启动有欧版马格尼茨基法之称的欧盟人权与民主行动计划制裁机制啊，将中国官员列入名单。那么17号批准对中国实行制裁，预定在22号欧盟外长会议上可以正式获得批准，并且公布。制裁的对象是4名官员和1家实体他们侵犯香港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将他们列为违反人权的欧盟制裁名单。制裁内容包括欧盟国家对他们入境实行旅游禁令，并冻结他们在欧盟国家管辖下的资产。这是6次之后欧盟首次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那么也标志着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变那么虽然这个16号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警告说，欧盟要是制裁的话，会直接导致对抗，中国可能会报复但是欧盟没有理会也没有退缩就开始制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月17号宣布向中国公司发出传票，要求这些公司提供在美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叫 ICTS 的信息，以确定他们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那么雷蒙多在声明中说，拜登政府一直明确地表示，无限制的使用不可信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构成国家安全中国从事了削弱我们的技术优势和威胁我们同盟的行为。他说，通过今天发出的传票，我们正在采取行动，收集信息，保护美国公司、美国工人的安全和美国国家安全。我们希望这些公司合作，并且完成一项彻底的审查。那么声明没有点任何公司的名称那么川普总统这个命令，这件事情其实是川普总统2019年签署一个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叫什么呢？叫保护信息和通讯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然后这项命令禁止美国的任何人收购、进口、转让、安装、交易或者使用外国对手这个外国对手研制或者是控制的任何信息与通讯技术或者服务。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它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叫外国对手外国对手的所有的叫信息与通讯技术或者服务，他们的信息与通讯技术，比如说电信比如说这个互联网，比如说路由器，比如说云服务你提供这些信息与通讯技术服务或者技术那么如果这是对手国家，或者就是其实就叫敌人那你就不能够跟他交易现在雷蒙多做的是，就根据这个行政命令，要求发出传票，要求中国的公司提供信息，你给卖了谁，卖了哪些产品。那么他没有告诉名单，也就是说他应该掌握的一个名单，就是在美国有哪些中国公司在提供这些服务，让他们提供信息，就是你给谁提供服务了，你卖了什么样的产品，卖了什么样的服务给哪家美国的公司，你告诉我情况应该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传票很有杀伤力这是个很实质性的行动你光通过一个这样的总统行政命令，如果你不执行也没有意义他现在开始动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政府开始撤销2家中国通信公司在美国提供通信服务的经营权这2家公司是谁呢？
是联通啊，一个是联通，一个是太平洋网络啊。那么，其实太平洋网络就是谁呢？就是网通啊，一个是联通，一个是网通。那么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发布命令说啊，可能会关闭联通美洲公司和太平洋网络和中国电信3家公司在美国的运营。那么联通在美国的经营权已经有20年。那么它主要是在美国提供这个国际通信服务啊，就是打电话啊。那么联邦通讯委员会是去年12月撤销了中国电信啊，那中国电信就是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啊。那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的授权啊，那么中国电信已经没有了，那么中国移动也没有了啊。那么中国通信运营商在美国有数据中心，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啊。这是一个，网通、中国电信、联通，大概就这几家啊，这几个啊。然后第5个，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终止了它的中国零部件供应商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啊 ，OFILM 啊的采购关系啊。为什么？因为这家公司被指参与了把少数民族从新疆转移到中国其他地方工作的政府项目啊。江西省人民政府2月份发布的一个工作动态里面提到，一些江西省的官员专程到南昌市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指导少数民族员工复工的情况。欧菲光公司拥有300名新疆籍的劳务工啊。那么这是一个政策啊，中国有一个这样的政策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把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迁到内地去啊。这样干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减少维族在新疆的人口密度，也通过这个办法来同化少数民族啊，这是中共的一个政策啊。那么商务部去年7月份曾经把这个新疆侵犯人权的有关的11家公司加入到实体清单里面去啊，欧菲光就是其中之一啊，大体上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在中美两国进行高层战略对话之前，美国炮声隆隆啊，就先进行炮火准备啊。那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昨天看到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访谈这个余茂春啊。余茂春大家知道是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啊。那他的一些观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趁着有点时间，我都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他讲呢，他说，中共几十年来一直给美国灌迷魂汤、下蒙汗药啊。他说我们可以双赢啊，就是说双赢互利，就是 win-win，win-win。说中美之间是战略竞争关系，竞争只能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冠军，没有什么双赢。其实那个叫什么，那个国师叫金灿荣啊，金灿荣其实已经把这件事情给捅破了。金灿荣说双赢是什么意思？我们跟你们讲，双赢是我赢2次啊，这个比这个余茂春讲的更狠啊。余茂春说根本没有双赢，只有一个冠军，只能有一个赢家啊。因为我们是战略竞争关系，怎么会有双赢呢？只能有一个赢家。但其实呢，金灿荣说双赢你搞错了，双赢是什么？我们赢2次。这是一个啊，这个另外那个余茂春还有个观点也很好，我跟大家分享。他说呢，美中关系的恶化，还有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完全是因为中国的行为引起的啊。那么跟美国方面的政党轮替也好，
跟美国方面的一些看法的调整没有太大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行为导致了美国对华关系的对华政策的调整，也导致了什么？美中关系的恶化。所以这件事情跟美国政党轮替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实际上呢，就等于是回应了什么呢？大家别忘了，他是蓬佩奥的这个首席中国问题顾问呢啊，是共和党的，他说跟这没有关系啊，等于什么呢？等于直接就说这个民主党上台，这共产党就好过了，对这个讲话的一个否定，大概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明谢 Mike 猪，谢谢Ray C， 谢谢啊。观点。想延续上午的讨论啊，关于城市的发达度的问题，如武汉有9省通衢美誉，可是为何房价和薪资不如沿海城市？影响城市发达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吗？谢谢。网友答：在中国决定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政策倾斜。房价和薪资啊，房价怎么跟薪资连在一起了？好吧，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城市的发展啊。那么我们其实进入2000年之后啊，中国经济开始越来越朝着区域化发展的方向啊。那么区域化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各个城市之间它开始竞争啊，所以你可以看。很多城市开始出台一些政策，比如说这个户籍政策啊，要开放他的户籍啊，让其他的人去他的城市啊，等等啊，就城市开始进入一个竞争的状态。那么这个网友说，这个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是政策的倾斜，政策倾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资金会朝着有更好政策的城市去啊。你比如说深圳特区啊，那么它企业所得税15%到24%啊，正常的情况是33%啊。那你一个企业，你是去深圳还是去这个中山呢？那可能你会去深圳。那么因为它有优惠政策啊。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优惠政策呢，只是特定的区域有这种优惠政策。那么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个地区都开始拥有这个优惠政策。那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就是要求这个优惠政策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给，后来慢慢的优惠政策下放到省级政府啊，省政府。那么所以优惠政策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普惠。什么叫普惠？就大家都有了，所以大家都普惠，实际上所谓的政策倾斜或者是政策的含金量就已经下降了，因为每个人都有的话，那等于每个人都没有啊，因为竞争嘛，我们讲竞争的话，所以到进入2000年之后，这个优惠政策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标配了啊，所以它影响不大。但是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核心的有2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因素就是产业啊，产业的发展是整个城市发展的基础。那你想一下，你跟这个城市有产业，或者有发达的产业，那么有发达的产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广泛的就业岗位。那么有广泛的就业岗位，那很多人就跑到你这里来工作。那你很多人跑到你这里来工作，你人口就会聚集，
人口聚集呢，房地产的价格就会上升，因为房地产的需求就会增加，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跟什么有关？跟当地政府为企业服务，或者是推动它的产业政策有关系。产业政策，大家知道，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推动力比中央政府来的管用，因为它在地啊。那么地方政府如果选择了恰当的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地方这个城市形成更强大的产业集群。那么这个会对整个城市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一个是产业，一个是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这两件事情是最重要，在我看来。所以你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产业，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政府的产业部署啊。那么当然还有更多的条件，如果我们要讲的话，区位也很重要啊。比如说深圳靠着香港，南边靠着香港，北边有广州啊。那比如说上海是华东地区的金融中心啊，那么它旁边有若干个城市跟它配套发展起来了。那你这个城市你没跟它配套上啊，那你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不一样啊，所以区位也很重要。那你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可以一直讲10个因素，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2个因素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是产业，第二个是政府的部署啊，好吗？提问：王老师对亚特兰大的亚裔按摩院的枪击案怎么看？美国人能够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吗？我不觉得你前面这个问题跟后面这个问题有关系啊。理解什么？理解吗？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枪击案反映了什么？反映了美国这个国家需要再次进行一次什么反种族歧视的运动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么看啊，我觉得跟中共和中国人分开这个问题没有关联啊，我不觉得它有关联，你这前后2个问题没有关联啊。王先生，为什么美国不将开放互联网作为谈判的前提？效果立竿见影。你觉得中国会接受吗？对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把开放互联网作为一个条件来谈判的话，那中国一句话就给你顶回去了，这是我们国家的内政，你管不着啊，对吗？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你后面就没法接了。所以我不觉得美国会把这个，你可以采取措施让它的墙失效，或者是没有效果或者是想办法找人去攻击它那个墙。但是你把这个作为前提来谈判，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谈，就是从商业的角度去谈，就是说你禁止中国的软件在美国的软件在中国应用，那我要禁止中国的软件在美国应用，我们采取对等的贸易政策，可不可以吗？可以，这完全可以的啊。但是以开放互联网为前提进行谈判，我觉得这个策略比较 weak 啊。提问：王老师可不可以做一集节目，谈谈美国与盟国将来会不会向中国追究要求武汉肺炎的赔偿？不用做一个节目，我现在就可以答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追责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这个问题啊。所以疫情这件事情疫情追责这件事情要看什么？看美国的态度。其实最核心还是看美国的美国会不会启动这件事情啊？这是个核弹啊，这是个核弹。这件事情要发生了，那会炸得很大。当初川普政府就没有做这件事情，川普碰都没碰啊，这是非常非常有杀伤力的议题。
那么美国要向中国施加压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川普政府没有动，拜登政府会不会动，我不知道。关键是看他动不动，我猜不出来。这跟他整体的战略是有关系的啊。中共若不赔偿，美国和盟友有没有可能做出惩罚？不知道。这都是一系列的外交政治、地缘政治的操作。我们这些外人没办法去评估这里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好吧？我们只能说，它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着它发生的事情分析和推测背后的意图，它可能往前走的事情，我不能够在没有任何动作的前提之下坐在这里去判断他会不会干这件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吗？好吧，那提问，请问西安未来的发展，王生怎么看？西安很进取啊。西安是哪年啊？19年嘛，是19年、20年、19年还是18年？多长时间？2个月30万啊！我印象中是这样，我不知道，纠正我，大家来纠正我。西安是个很特殊的城市啊，古都啊，西安是个古都，这第一。第二，西安有非常多的高等院校啊，我有很多同学，我以前中学同学很多在西安读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啊，什么这都在西安。西安有很多很厉害的大学，它有非常好的教育环境，但是西安又是一个旅游城市啊。它其他的产业并不发达，所以西安是一个很可惜，它有很强大的教育资源，可是它的产业基础却很薄弱产业基础很薄弱，同时它重点的发展是旅游业，所以这个城市就很可惜啊。那么，然后你可以看西安若干年都无声无息，完全没有声音。然后自从是2019年，还不是2018年，西安就突然2个月说我邀请大家来我这里落户，啪一下一口气来了30万人，印象中是30万人，结果西安的房价就涨起来了啊！西安房价大概是这样啊，你可以看到，这就是西安的他们的，这还是有一点战略眼光啊。但是西安你要发展起来，你还是需要建立它的产业基础。它如果不建立它的产业基础，而且西安上来搞什么高科技啊这些，我不觉得它有太强大的这种条件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没有看到它有很成型的产业基础在那里，所以我没办法评价啊。提问王先生对今天发生的亚特兰大枪击亚裔女性的看法。这是今天最热的话题，而且在北美华人中出现了非常对立的观点，即是否政治化。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推特，我不知道那是真是假，说这个美国有一份报告，说这个白人主义的这个倾向非常的严重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应该是在川普总统的桌子上，川普没有公布啊，就是白人主义，形成白人主义至上的这种事件，这种影响越来越大啊，而且白人主义至上的这个对少数族裔的攻击，成为安全的威胁，有一份这样的报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没有跟进，因为我今天没有时间，我看了一眼，然后我看到这个亚特兰大枪击案，我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就是这份报告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会变成中国和中共的议题呢？这跟中共没有关系，这跟中国也没有关系，这是对付亚裔的原因是因为白人至上。那个枪击案的那个凶手就是个白人啊，所以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应该反对的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啊，我们要反对白人至上主义。政治化，这就是政治，对我来说这就是政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我还没有太仔细的去看这件事情。直观的来说，第一个白人至上，第二个就是亚裔啊，不是中国人。我觉得他是中国人吗？我觉得不是中国人，他是针对亚裔、针对少数族裔的这种态度啊，而是我们应该是把这个位置放在这个上面来说这件事情啊。还有吗？我看一下。观点：疫情追责问题可以持续到全球疫情结束以后1年，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发难的话，可能性就不大了。但这个话题可以持续很多年，美国一定会利用这一点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疫情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谈的最多啊。去年年底下半年到年底谈的最多，就是疫情追责，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些州已经提出诉讼啊。那么提出诉讼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个外交豁免权的问题，就是每个国家都会通过一个这样的法律，就是其他国家的政府不被你这个国家诉讼啊，就是提起诉讼啊，这是一个豁免权的问题。那么因为有一个这样的法律，所以联邦法庭是不会接受这个诉讼的，因为没有诉讼条件。除非什么呢？除非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说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够豁免，那么美国的这些州也好，个人也好，或者是团体也好，就能就这个疫情到美国的法庭上，到联邦政府去提起诉讼，去告他，寻求赔偿。那么这是一个方法。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美国政府手上有什么东西，握着什么东西，有什么证据，让他可以找中国去追责。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不是一个刑事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政府要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且是个没有办法挑战的证据出来，告诉大家，告诉美国国民说，我现在手上有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在疫情大流行这件事情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个责任造成了我们国家的国民的伤亡，而且经济损失，所以我要去追责他。美国政府也可以去国际法庭去告中国政府，都可以，当然也可以政治解决。我就派5艘航空母舰去这个台湾海峡，类似这种要求中国就这件事情进行谈判，都可以啊。这个都是政治选择。但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核心的问题不是追责本身，核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美国在政治上有没有意愿做这件事情？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你抛开这些问题，抛开中美关系这个大局来讨论追责这件事情，那是不可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真的要启动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这是个核弹级别的议题，就说中美之间已经差不多要开战了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议题的发生，也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离中美关系进入对决的状态应该不远了啊。那说明美国已经下决心要干了啊。情况目前知道，亚特兰大死的4名女士是韩国裔，杀手是又性癖问题。现在我觉得还是需要什么呢？我现在还是需要我们把这个案情搞清楚，
不要那么着急去评论啊，太着急去评论会出现一些误差啊，所以我也不大想说太多，因为我只知道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讲的四名受害者是亚裔的韩国女性啊，这位事件是个白人青年对抗性瘾的报复性爆发，亚裔把纪元开到美国的大街小巷，这个也不对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